好瓜，我是 Tim， 欢迎收看本期是飓风。从微缩璃月港到小狗小猫大乱斗，我们一直尝试各种有意思的形式来二创原神的内容。那场热血特摄大战已经是去年夏天，我们公司也渐渐变成了旅行者的聚集地，大家也都在玩。这次恰逢原神生日会，我们又尝试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我想你光听这个声音就应该知道这次的主题。今天我们来讲讲那个曾经风靡一时、承载着无数人童年回忆的特殊动画形式——剪纸动画。妖精，快还我爷爷！什么乱七八糟的，简直是滥竽充数。那剪纸动画和我们之前做过的木偶动画都被称之为美术动画，那本质上是使用定格的方式来拍摄的。那上美厂制作的美术动画可以说是那一代人的精神食粮，甚至在国外也是获奖无数的独步世界。但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当时的动画创作，不管是人物的造型还是环境的布局，都是艺术家们一剪子一剪子这样剪出来的。而这么一张张纸到底是怎么变成动画的呢？这从小就一直让我感到很好奇。为了揭开这个谜题，我们以原神中5位仙众夜叉来作为主角，二创了一条剪纸动画小短片。所以请先欣赏我们用20天、29种剪纸材料、2500张照片做出来的剪纸短片。上回书说到，5位仙众夜叉散灭妖邪之后，本已归隐江湖，不问世事。可谁知，一群来自异国的不速之客已悄然而至。细腰魔舞，没错，以上就是我们构想的5位夜叉的故事。原剧情中，弥怒、辐射、伐难、应达已然辞世，独留金鹏尚在人间。但我们却希望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5位夜叉能够永远肩并肩战斗生活下去。说真的，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做动画领域的创作。那好在我们邀请到曾经参与制作过剪纸动画电影的蒸汽工厂的老师们，和我们一起来创作这支剪纸动画。但是在看惯了板野马戏和丝滑的这个3D 动画的当下，剪纸动画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就难免会显得有一点呆或者平淡。如果我们想要别出心裁，把剪纸动画做得更燃，就必须要想点别的招。首先，我们打算从美术设定入手，它决定了影片和观众之间有没有演员啊，所以特别重要。传统的剪纸风格固然切合主题，但是也会拉开观众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从原画出发，找寻了尽可能多参考。原神里面，无论是青色庄的竹林、青云顶的山巅，还是行侠仗义、心怀璃月的萧，从背景到人物，都透露出一种武侠的感觉。所以最后我们确定以水墨勾边还有晕染的技法来呈现武侠璃月这么一个风格主题。在场景设定上，现代岑岩之源是个依山而建的山城，在现代建筑中也依稀可见飞檐翘角。那毕竟武林高手都在决战紫禁之巅，冷如冰，寒如雪，剑脈西門吹雪。因为这是一个平行世界，构想人物的时候，我们也脑洞打开起来，把武侠元素都带入到了角色身上。应达手握苗刀，化身飒爽的刀客；伐难舞动配伞，变成妩媚的女侠；辐射戴上绑手，变成拳师；弥怒以情御石，成为一个倜傥的书生。那他们也非要我乱入一个角色，如果你看出来的话，请把名字打在公屏上面。美术设计进展顺利，但是分镜的设计这次让我们十分头疼。我们查阅资料，想要参考之前的经验的时候，却发现在那个年代，因为拍摄设备很庞大，它的镜头只能固定不动，只能通过平移景片还有人偶来进行一个动画创作。当时的画面基本上都是遵循国画的散点透视传统，而不是电影的焦点透视原则。那散点透视简单来说，就是可以把多个关键元素的不同的观察角度有机的组合在一个平面上。
这样虽然可以完全展现画面里所有的信息，做到咫尺千里的效果，这种效果固然是好，但是背景始终只能有一张画布，而且镜头不能够做纵深方向的运动。那对于现在的观众来看，就会有这么一点成就。所以这次我们还是以电影的焦点透视原则来进行分镜的设计，其实也就是把纸偶和背景当作现实的人物和场景来设计镜头。那为了更好的调动观众的情绪，那分镜老师也根据脚本绘制了动态分镜，这样我们在前期能够相对准确的感受到人物还有镜头运动的节奏，非常好用。那之后或许可以在这个闪电分镜里面把这个功能给加上去，这是个小预告。那先这个文件夹好吧，后面再回来填这个坑。那由于前面4位夜叉在原画中也没有完整的造型参考，所以美术老师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在分镜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点点细节。我们认真又负责的好朋友叶老师也依照原画中的5个挪面造型，增加了纹路细节，并进行建模分层，方便之后组装成一个面具。那当完成了所有设计，便进入了紧密的制作环节。无论是人偶还是场景的制作，都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纸。我也是直到叶老师拿出他多年收集整理的剪纸图鉴，才知道剪纸动画的纸竟然有这么多讲究。像有些效果，它会像这个再生纸，你说色粉还可以，可是如果用那个水彩染了之后，它整个就黑了。由于材质和工艺的不同，每一种纸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质感。那片中那5个夜叉的挪面，就是叶老师恰如其分的使用不同纸张的成果。水夜叉挪面使用的是有冰裂纹的冰纹纸，岩夜叉的挪面则使用了纹理粗糙的岩纹纸，火夜叉挪面则是相对复杂一些，面部使用的是红色彩丝纸，眼睛是使用半透明的血基纸，而头冠部分则是有棉丝质感的雪花棉纸。那雷夜叉的挪面用的是闪片颗粒较大的星雨纸，而枭的挪面则是主要选择闪片颗粒较小均匀的这个星河纸。那不仅如此，叶老师还画龙点睛，给这5个挪面装上了 LED 灯。打开开关之后，弱弱的灯光透过染色的冰纸，在暗室里仿佛5位仙众夜叉已悄然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以上提到这些纸，大家都可以直接上网淘得到。那5个挪面的模型文件，我们也放在了视频介绍之中，所以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动手试一试。那剪纸动画最精髓的环节就是关节纸偶，他们是动画里面的演员，但是这些演员他比较特殊，他们几乎不能转身，通常只能给观众看一个角度，所以在设计纸偶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好运动的姿态还有幅度，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摆出非常阴间的姿势。所以导演一般会算准时间，根据现实中自己的姿态对人偶进行动作设计。那在关节制作方面，我们这次采用了分层的办法，人物运动会比传统的鸡眼扣固定更加立体和自由一点。这样的话，纸偶的关节既可以旋转和位移，又可以对肢体姿态来进行替换，那甚至在纵深方向也能做一点点运动。那不仅是纸偶，背景上我们也使用了碟片和微缩模型这2种方式来做出空间感。那碟片也就是使用多个背景的前后层堆叠拉出距离，那英达瞳孔里的铜门窗花就足足有7层。那为了追求指纹带来的特殊质感，哪怕是一个微缩模型，我们也都是基于塑模贴纸再来上色的。那这种细节比比皆是，甚至连我的眼镜都是叶老师用亚克力纸剪出来的。要知道我们的制作时间非常紧迫，只有短短20天的时间，但叶老师还是锱铢必较。按照叶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不做出剪纸的味道，就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真正的如果用手工做的话，它会有很多手做的痕迹，而这些小瑕疵恰恰是 CG 做不到的。手工做出来，它是带温度，它是带一些情怀在里面的啊，包括定格动画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做剪纸动画更多的是一个爱好和一个乐趣，会感觉哇，好帅！哎，我这个东西是有成就感的。那传统的剪纸动画拍摄起来的话，摄影机一般都会高高的悬挂着，在台面上会有2层玻璃，上面一层放人物，下面一层放背景，光线从侧面进来，把纸给打亮。斜眼变形的镜头就是动画师根据预演动画，在上层放置动态元素，下层放置背景表盘，玻璃就充当了一个物理涂层，防止移动的误差。那知道任何一个细节疏忽就有可能导致3-4个小时的拍摄从头再来，但是对于一些有微缩景观和多层剪纸的镜头，你就不能抠拍了，必须得用锁具把剪纸和道具给立起来拍摄。那为了贯彻剪纸动画的纸质质感，就连特效我们也想用实拍的方式来实现。那为此我们还对不同的纸张进行了多次实验。片中竹林的水火特效其实来自于我们最常见的塑料绳，而片尾的五谷元素能量则是染色的宣纸，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那最后泼墨的片名其实也是实拍的，我们在纸板上用蜡刻上片名，在墨水的浇盖下，夜叉降魔录就自然的显现出来了。这种绞尽脑汁想出解决办法的成就感，其实我觉得也是创作所带来的真正的乐趣。
20天的夜以继日，我们最终完成了这条《原神》二创剪纸短片。在合成、调色、配乐、混音之后，影片我觉得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尽管它没有现在动画那么丝滑和丰富，但是属于剪纸动画独有的质感，总是会让我回想起第一次看到上影厂剪纸片时最初的感动。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去讲剪纸动画，我们这个叫纸艺动画，因为剪纸动画是属于上影厂特有的一种形式。它是带着很强烈的符号在里面的。之前去中国动漫博物馆成立了之后去过了，有一批上影厂的一些陈列的一些东西，我就哇，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即使现在拿过来，按照我们现在做都不可能复原出他们那么厉害的一些作品。这个是值得敬佩和尊重的。我们把做好的剪纸人偶道具捧在手心，看着上面良苦用心的细节，就感觉这轻飘飘的剪纸变得沉甸甸的，像是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我们也留心把这些纸偶道具保存装裱了起来，希望保留下这份专属于油纸动画时期的浪漫。在无纸创作的现在，剪纸片也渐渐没落，变成了一种艺术风格，出现在了各种游戏和影视作品里面。像《原神》里饱含剪纸质感的剧情 PV 就时常惊艳到我，时不时就忍不住再去看一遍，比如《神女劈冠》，真是太棒了。这或许就是剪纸动画最好的归宿。那么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也希望你能够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